当然，老师所提到的部分，现在外资看起来是比较多的部分的撤出哦。不过，从中国商务部在11月份出版的一个中国外商投资指引的2021年版的这个报告里面，中国商务部其实提到的是说，没有这个事实上现在呢进的还是比较多，出的还是比较少，大家就比较好奇啊。那因为它每年都有一些就几年会有个新版哦，这个到底旧版新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为什么在我们外界所解读到的跟中国内部所对外的这些资讯是不大一样的？老师怎么看呢？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点所谓的这个比较深度的分析，可能很多人闻所未闻。讲穿了，中国进去的外资是假的，所以对外企来来去去谁进去的多还是出来的多，我们不要太相信中共商务部的数据，那些数据没办法考证的，它本身是为了宣传。为什么我讲它无可考证呢？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很多是不知道的，中共的外资统计里一直存在着假外资问题。就中国的引进外资当中，从1997年以来，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外资每年稳定在200亿美金左右，就这么多。但是当时在这个前几年以前，从97年大概差不多20年当中，来自香港、澳门和9个小岛国，就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百慕大、巴哈马群岛和马绍群岛，这些小群岛的外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主要部分。那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你可以把中国引进外资的国家和地区分成2部分，一部分是来自香港的直接投资，另一部分来自这些小岛国的投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矛盾，香港到底是外资还是内资啊？中国不是已经说他把香港统一了吗？他明明已经被中共直接统治了，但中共坚持说香港的投资是外资。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香港去大陆的投资占整个中国外资的比重非常大，如果这部分不算外资的话，算成本国投资，那么中共引进外资的数字会大大缩水，数据就会非常难看。那么先把香港的投资我们先放一边，我来讲一下那9个小岛国。这小岛国是像样的投资国吗？抱歉他们都是基本上没有像样的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家，有的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是吊车尾的，名列最后。那么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9个小岛国合在一起，每年的 GDP 不过500亿美金以这样可怜的经济实力，这些岛国的国民可能每年拿出 GDP 的一半去投资中国吗？而且持之以恒10几年，热情不懈。其实那9个岛国的国民，这个多半比中国城市居民还穷，有的甚至是靠前现代的采集、打猎、这个钓鱼这种方式为生的，他们哪里有钱去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所以来自这些小岛国的外资基本上不是当地国民的钱。但是呢，你要讲到这9个小岛国，他们有个共同特点，他们分别散布在加勒比海、中太平洋、南太平洋、印度洋。这些小岛国呢，共同特点就是它的金融管理宽松，成了洗钱中心。外国人可以在那里很轻松的注册一个公司，然后自由的把资金转进转出。所以在金融界呢，有一个文雅的称号，把这些小岛国叫做离岸金融中心。那么这个事情就开始和中国的假外资有关了。就自从中国的贪官和富人们开始琢磨着要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还有要移民到国外，那么离岸金融中心这个名词在中国的有钱人圈子里早就是个耳熟能详的字眼了。所以中国在国内就开设了众多的中介公司，为需要在离岸金融中心开设公司、设立银行账户、转移资金的有钱人服务。所以有条件的中国人哪怕你从来没去过那小岛国，你照样在北京、上海的写字楼里头就可以办妥在这些小岛国开公司转资金的所有手续，然后他就身份就摇身一变，成了在
离岸金融中心经商的外商，那么他们的资金也就升级成为外资了。当然了，其中的诀窍就是讲，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的假外商，他要弄一个外国身份，哪怕是当这个萨摩亚那样一个酋长国的子民也行。当然他还得改名字，不能再用中国身份证上的姓名了，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什么萨摩亚的什么 Adams 或者什么东西，他得冒充外国商人。那么2004年的时候，曾经有人专门做过研究，他们把这种假外资，就是中国人的钱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在国外注册，然后汇出去再转回来，他把这种外资呢叫做双城资本，所谓的 round tripping 双城投资。因为这些资金啊，它是实际上是来自中国的，它在海外离岸金融中心或者香港、澳门漂洗一番以后，又以外资的名义重新返回大陆了。所以实际上从20年前开始，中国引进外资数额的一大半都来自港澳和上面9个岛国的外资，基本上都是双城资本。也就是说，中国引进外资当中一大半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钱，不过穿上了外资的外套。那么要查一下他们真身，就到底他们什么样的主人，那么他们这个中国引进外资的一大半都是假外资。那么你要问到这些假外资、假外商都什么人呢？能够这样自如的去运作双城资本的人，往往是官员和国内的经理层，特别是把国有企业私营化以后装到自己腰包里的原来的国企经理。他们只有通过贪污才会具备这样做的能力和条件。所以呢，双城资本的金主多半是贪官。那么所以呢，在中国，贪官不需要辞职移民，他就可以借助中介机构轻松地完成资金外逃、海外洗钱、国外注册公司资本回流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那么更重要的是，你要操纵热钱进进出出这个过程，中间必须通过外贸公司、银行、海关、工商局、房地产公司等很多机构，要办理一系列的所谓的非合法的手续。那如果是个平头百姓，不要说你找不到门路去疏通各种关节，光是中间的手续费、好处费你就吃不消。但是如果你是握有某种权力的领导们，那么他们来出面，情况自然就不同了，甚至连好处费都没人敢收的。那么这些假外商们呢，很可能一方面坐在这个国内各个地方的政府办公室里领导的当地的工作，一方面也是以某国国民的身份轻松自如操纵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假外资。那么假外商们的外资用来干什么呢？他们最热衷的就是投资于房地产。所以中国正在破灭的这个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啊，有他们很大的贡献。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自从习近平反腐败以后，这样的假外资啊，现在玩不转了，操作很少了。为什么呢？因为贪官们如果继续在玩这个游戏啊，无疑是在找死。所以现在到那些小岛国去的假外资和从小岛国投到中国去的假外资，现在已经很少了。但是从香港流向大陆的假外资没有减少。我就分析一下上海这个高科技投资集中的地方。那上海市公布讲是今年1到8月实际外资是162亿美金，其中香港占72%。那就是说，从香港大量流进大陆的资金啊，是不是假外资呢？实际上，你要仔细了解的话，仍然大部分是来自大陆，有回流大陆的假外资，还是 round tripping。香港回归以前啊，中资股大概占香港股市的1成，那这10几年来，这个比例已经升到6成了。也就是说，香港证券市场已经大陆化了。几年前，中共开通了所谓的沪港通、深港通。那么到今年2月，我查了一下资讯的话，从香港有个词叫做南下资金和北上资金。南下资金是中国进香港的，北上资金是香港在回流的。那么到今年2月为止，一共从中国大陆南下到香港的资金是28318亿人民币。
那么从香港北上进入大陆的资金是21236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南下资金比北上资金多7000亿，这就形成了内地资金对香港证券市场的输血效应。那么港股通以来，这个内地资金南下净流入香港的数量到2019年是累计2493亿，同期呢，这个港资外资的所有南下资金比北上资金多，香港净流入是2000亿。但是现在是内地资金经过香港股市洗钱以后，有一部分又以对实业的直接投资，用这种形式又流回大陆了，这就形成了大陆外资统计当中的假外资。所以呢，你去看中共公布的外资资讯啊，你是需要了解这个当中的真假外资的，就跟真假孙悟空一样，《西游记》里的，你要不会分辨真假孙悟空，你就上当。